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嘉诚。这次实际游戏又将迎来一次大更新，你们准备好了吗？这次几乎等于重新做了一个游戏，加入了新的地图和新的玩法。那游戏后续还会不断更新，大家可以关注我一波。那接下来我们来汇总一下本次的所有更新内容。首先是新增部分，那以下的更新都是基于后世地图的。首先第一点，加入了新地图后世 Leveling。那后世其实是一个都市传说的题材，假如你一不小心在错误的地方从现实世界切出了，你将会坠入后世。后世中有999个层级，那不同的层级有着不同的设定。因为我只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后世，所以我只做了 Leveling。第二点，新增了后世地图专用的手枪和第一人称的手臂的动画。动画包含了行走、慢跑、冲刺、射击、举枪、拾取以及空枪和未空枪的换弹动画，并和第三人称的动画进行了混合，就拥有了蹲伏、跳跃、瞄准偏移等等，并且低头我们是可以看到腿的。那你们觉得这个第一人称的效果怎么样呢？第三点，我们新增了手枪的检视的动画，分别有3种不同的检视动画，我们来感受一下吧。第4点呢，我们新增了武器碰撞的检测。当手枪被墙壁阻挡的时候，会自动的放下手枪，防止我们穿模。那第5点，新增了屏幕 VCR 的效果，有一种拿着老旧录像机录像的感觉。第6点呢，是基于上面屏幕 VCR 的效果，新增了左下角实时显示当前时间和年月份的一个显示。第7点，还是基于刚刚屏幕 VCR 的这个效果，新增了右下角会显示剩余的子弹和血量的显示。但是不会一直显示，只有游戏中我们按 F 键检视手枪的时候才会显示。第8点，我们新增了实体的怪物细菌，它拥有视觉和听觉。那发现玩家后，它会往死里的追着玩家；那看不到玩家后，还会再追一会儿。实体是无敌的，但是我们用子弹是可以击退它的，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在它身上浪费过多的子弹，也不要因为看到它有点惊吓，所以就疯狂的开枪。第9点，我们新增了全新的后世的任务系统，每次完成一个任务就会刷新出下一个任务。为了更真实的效果，所以我没有做过多的 UI 的指引的提示其实就是懒了，并且任务 UI 显示也是基于屏幕 VCR 的效果。第10点，我们新增了每次进入到后世地图后会随机手套的外观，后面可能会出一些没有戴手套的手。第11点呢，我们新增了动态的景深，当玩家眼前被东西挡住的时候，比如我们检视手枪的时候，那远处就会被虚化，来模拟我们眼睛聚焦的这种效果。这次的更新内容可能有点多，希望你们能够看到最后。那第12点，我们新增了一些音效，比如换弹、武器检视，还有踩在地毯上的脚步声，以及射击、瞄准、抬枪、待机和奔跑都有不同的喘息声等等。第13点，新增了玩家看到实体怪物的时候，屏幕上面会出现白色的雪花和失真的这个效果，玩家会发出惊恐的喘息声，我们来感受一下。第14点，我们新增了卑诗，这个名字其实是粉丝提供的建议，因为他说在后世中是有卑诗的这个设定，所以我就把名字改成了卑诗。这也是其中的一项任务，我们需要收集卑诗的血液，卑诗只有爆头的时候才会死亡，这一点非常重要。那第15点，我们新增了血液飞溅的效果，会飞溅到墙上或者是地上，更加真实一点。第16点呢，我们新增了一些随机性，随机的玩家起始位置，随机的通关位置，随机的 NPC 的出现位置，随机的武器出现位置，一切都是随机的，这样子可以让游戏更加有趣味性，也增加了游戏的游玩时长吧。第17点呢，新增了实体怪物是可以钻洞的功能。原本这个地图其实不大，也不能钻洞，所以我在扩大地图的同时，也扩大了这个洞，并且能够让玩家和实体都可以钻洞。那透露一个小技巧，通过钻洞的方式，可以很好的甩掉实体。你们设想一下，当你们被实体怪物疯狂的追逐的时候，看到前方有一个洞，你自认为非常安全的到达了洞口钻进去的时候，没想到后面的实体怪物它也能钻进来追着你。第18点，新增了 NPC 的对话功能，这个功能也是支持字幕和语音同步的，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自己去配音，所以现在的对话都是通过鼠标点击继续的。对话的功能是连接任务系统的，所以接任务都是通过跟 NPC 对话来完成的。第19点，我们新增了角
角色未持武器的状态。一开始我们是没有武器的，得在场景中去找到武器，并且拾取。那第20点，我们新增了拾取时的圆环进度条。当我们拾取到不同的物品的时候，进度条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收集卑诗的血液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就是5秒。第21点，新增了第一人称的死亡动画。当角色死亡或者切入到后视的时候，玩家不会切换到第3人称，而是播放一个第一人称的后仰的死亡动画。那以上就是所有的新增部分了。这次的新增内容真的有点多，那虽然都是细节的内容，但是都是我这阵子的劳动成果。那真的很感谢大家能够看到这里。那接下来是调整的内容。第一点，我们调整了玩家挑战成功时的镜头不再会切换到一个新的机位，而是保留当前的第3人称的镜头，然后出现获胜的 UI。第二点，调整了玩家失败时的镜头不再像绝地求生一样切换到一个高空的镜头，而是会保留当前第3人称的镜头，等角色播放完死亡动画之后再出现失败的 UI。那第3点呢，加快了老巷地图僵尸的速度，增加了这种压迫感，不然之前速度太慢了，玩家放风筝很轻松就通关了。那第4点，游戏的赞助名单中增加了新的赞助者，在这边真的再一次的感谢所有赞助的玩家们，谢谢你们。这就是本次更新的全部内容了。大家觉得这次的更新给力吗？可以在下面打个分哦。什么？我自己玩后视地图多久通关？其实不瞒你们说，我自己已经玩了70-80遍了，对整个地图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最好的通关成绩是10分钟通关，但是因为很多地方都极具随机性，所以通关的时间真的要看运气了。那这次的后视地图中的玩法和任务都只是雏形，只是整个流程能够跑通，很多的地方其实还是有不完善的。有任何的建议或者 bug 的反馈，你们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愉快的带到这边，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